计算机概论。那我们这里说明一下那个单晶浮点数的表示方法。那单晶的浮点数呢，原则上它有4个 byte，4个 byte 也就是32个位元。32个位元，我们最前面的话，假设是第31个位元，最小的部分是第0个位元。那第31个位元是存放它是否是为正还是负。如果它是0的话，那它就是正；如果是1的话，它就是负。那30到23这几个位元呢，代表的是它的指数。这个事实上呢，原则上我们必须要考虑或正跟负的，因为它有8个位元所以原则上我们大概是用127为它的偏移量。所以这边的二进位的值呢，你最后还是要减掉127，才是它真实的指数的值。它指数的值在这边来说的话是-3。那从22一直到0这个部分呢，它就是它真正属于小数的部分小数的部分。事实上呢，这边也是二进位。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那它整数的位数呢，也就是只有1，再加上小数的部分，因为它是小数第2位，小数第2位的话，事实上就是1/4，所以加起来是等于1.25。那所以这整个所表达的数值呢，就是由它的正负号，它是正1。它的指数是-3，所以是2的-3次方，再乘上1.25，所以整个乘起来的值是0.15625。这是它实际的一个情况这个在电脑储存情形是如此。好，那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在一般的程式上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情形。事实上，以程式的眼光来讲这个程式并不是属于初阶者的一个程式它是有相当的难度但我们简单说明一下就好了。以我们这边例子而言的话，我们假设前面第8行到第10行是以整数的形态，然后我们一样是用 bset 这样输出。那这边输出当然是01的，它以整数的形态，但是我们主要是考虑它是浮点数的。浮点数的情况呢，它一样是丢到这个 bset 里面，但是呢，因为我们的 bset 它的建构元里面的它参数它是不接受浮点数的，所以我们这边呢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形态的指标转换呢，转换到这个 bset 它可以接受的一个形态呢。bset 呢，它一般来讲它可以接受就是像5号的长整数。好，它是一个指标转换，所以这边这个是指标的形态。那 f 本身它不是指标，所以它必须要取位置。那指标转换之后呢，然后再取值。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就可以让bset 这样的 class 上可以去处理，然后直接呢，我们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列印，那列印出来的值呢，事实上也就是以单晶的方式去储存我们这个 f 这个-101这个值的一个方式。那如果你觉得01太复杂了，那我们17行这边的话是用16进位的方式来表达。先变异执行一次，
好，那我们看到第一个输出呢，当然就是它以整数的形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第一个值是1，好，所以它是负的。好，那第二个输出呢，就是我们将它转换成为浮点数的储存的方式。所以前面第一，从这边来看，这个呢，它是它的正负号，它是负的。那这边8个，连续8个，它代表的是它的那个指数的部分。后面的是代表它的分数的部分。那如果我们把它转成16进位的话，它当然就比较容易看了。好，如果说我们过程不看，我们就直接打 N。好，我们再编译执行一次。好，那我们往下拉一下好了。好，再看我们执行的，看它的执行的情况。好，那这边我们简单讲一下就好了。好，那我们要看它的过程。好，按 Y。所以这边呢，第27行这边我们就看它的正负号，它是负号。它的指数的部分，这边我们减掉它的偏移量，所以它得到值是6。那么它的相关分数的部分，分数它相关的01的字串部分是在这边显示。好，那这边呢也透过一个回圈的方式呢去做实际的精算，然后最后算出来的值，分数的部分，你当然要加上1，然后再乘上指数，指数部分呢，指数是6，所以这边是2的6次方，然后再乘上负号，好，所以得到答案确实是负的101，这是正确的。